今天，当人们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抚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纵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诸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这条运河大部分虽已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的经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命脉。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循着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探索这项超级工程与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何去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
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劲闪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跟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试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啊。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啊，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啊，很繁忙。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面对漕运难题，逐食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你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指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
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他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逐食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小罕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食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谷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食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食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签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签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
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啊。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的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它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18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300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裴耀卿创立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覆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也是个创新。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3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吐鲁番市东南，火焰山脚下。1400年前，这里曾是西域古国高昌国的所在，与河西尽头的敦煌遥遥相望。往西南，则是诸多绿洲古国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因而是古代扼控西域的东部门户。公元640年，唐朝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用以镇抚边关，保护贸易。而控制西域的关键，在于大唐能够投射于此多少资源和力量。在被誉为地下博物馆的阿斯塔纳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唐朝时期的惊世文物。我们或许可以在此找到大唐经营西域的秘密。
这里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些雍调簿，它们是当时唐朝中央支付给守边军士的军饷。你看，这是茂县茂县啊，上面有光铜箱、鹤丝镜，然后是雍调簿，一端一端就是半匹布然后开元9年8月我们再看看这件，这件是雾县，就是现在的金华县，它都是属于南方的水网也就是说，距离大运河都不远，大运河沿岸大运河沿岸的这个雍调簿呢，它能出现在我们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面，现在被自治区博物馆保存。这里面的背后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和史籍史料就对应起来了。这些数千里之外江南地区的雍调簿，是如何来到茫茫沙漠中西域重镇的呢？这个地方就是唐朝治下安西都护府著名的赤亭守拙，既负责唐朝的官员的东来西去、迎来送往，也负责唐朝物资的一个运送。那么唐朝大运河的物资运送到长安，从长安向西，经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这一系列的都是一个个的烽燧，一个个的驿站组成的。这些来自江南的雍调簿，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大量运往遥远的边疆，离不开唐代着力打造的这一漕运、陆运相结合的运输体系。在军事上，古代的冷兵器时期，兵马问动，粮草先行，直到现代战争打的仍然是物资保障。唐朝在统一了西域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输体系，从运河到丝绸之路，然后到西域安西都护府，然后到安西四镇，这样一套完善的这种管理机构，包括水上运输机构、陆上运输机构以及相关管理机构的有效运行。那么唐朝可以说牵一发动百身一旦突厥、吐蕃有事，那么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安西都护府就能及时的应对。玄宗时期，唐朝国力鼎盛，武功赫赫，管理的疆域也无比辽阔。仅在西北，每年将近1000万匹段的布帛需要被调往边关，作为西北镇守领土、防御外患的军事的军饷。那时，唐代军队的衣食所需全部由国家承担，他们构成了财政中最大的支出。而追溯源头，大唐向西北边郡运送的这些物资，很大部分受惠于漕运的支撑。唐玄宗时期呢，他进行了这个漕运改革，从河北到山东到江南，运河一经把它连在一起。那么长安的实现是在哪里呢？就是向西，它的
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滋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这就是我们2次考古发掘发掘出来的柳滋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这属于南岸河堤。这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柳滋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8艘唐宋时期的沉船。1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净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斛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支江船。柳滋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萧窑、磁州窑、耀州窑、越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它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滋，永济区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区沿线的汴州、宋州、肃州、泗州，山阳毒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辐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8年，在这片名为广运潭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潭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200-300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螺、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保弘农也，弘农德保也。潭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保歌。”就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啊，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那么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天の原、振り裂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入れひ月かも。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马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入海口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入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2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1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
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从这个墙上简单挖挖又一个。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咱们大概从开始挖到现在，发现这雷石有多少个了？有100多个了，有没有？有了吧？这也是睢阳故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攻防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
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庸，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